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王毅，你被开除了。总监冷笑着把辞退书拍在我桌上。李明得意地看着我，这个位置本来就该是我的。我懒洋洋地收拾东西，瞥了眼桌上的股权证书。3年了，也该结束这场闹剧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被人事部叫去谈话时，正趴在办公桌上补觉。昨晚熬夜处理一个系统漏洞，凌晨5点才睡，现在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。王毅，你来了。人事总监刘娟看我的眼神很复杂，像是看一个即将被处决的犯人。我打了个哈欠，往椅子上一瘫。什么事？刘娟递过来一份文件，公司决定辞退你。我懒得看，随手接过来扫了一眼，理由写着：工作态度消极，能力不足，严重影响团队效率。哦，我点点头，继续打哈欠。刘娟显然没想到我会是这个反应，愣了一下才说：你没什么要说的吗？能说什么？我伸了个懒腰。什么时候走？今天就收拾东西离开。刘娟看着我，王毅，我知道你最近工作压力很大，但是没事。我摆摆手，懒得听他解释，走出人事部。我看到李明正靠在我的工位旁边，一脸得意地跟同事们聊天。以后这个位置就是我的了。李明笑着说，说实话，王毅这3年确实挺辛苦的，可惜能力有限。旁边几个同事连连点头。是啊，李明你比他强多了。王毅平时就知道睡觉，哪有李明上进？听说李明还是名校毕业的，王毅就是个专科。我走过去开始收拾东西，李明看到我，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。王毅，听说你被辞退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我继续装东西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接手你的工作的。李明拍拍我的肩膀，虽然你走了，但我们还是好兄弟。我停下动作，看了他一眼。你确定能接手我的工作？当然。李明挺起胸膛，我比你年轻，学历也比你高，能力自然不用说。周围的同事开始起哄。李明谦虚了，他可是计算机系的高材生。王毅，你要不把工作交接一下？我摇摇头，不用，你们慢慢研究吧。李明有些不悦。王毅，这是公司规定，你必须做好交接。我拒绝。我继续收拾东西，反正你们觉得我没能力，那我的工作对你们来说应该很简单。李明脸色变了变，但还是保持着笑容。那好吧，我自己来。我收拾好东西，拎着纸箱准备离开。走到门口时，遇到了张悦，他是技术部的主管，也是我唯一的朋友。王毅，真的要走了？张悦看起来有些难过。我点点头，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张悦提议，改天吧，我有点累。我确实累了，想回家睡觉。张悦点点头，没有强求。那你保重。我走出公司大楼，回头看了一眼这栋我待了3年的写字楼。3年前，我来这里是为了体验普通人的生活。没想到最后还是被人嫌弃了，不过也好，这样的生活确实有点累。我掏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号码。老爷，您终于想起给我打电话了。电话那头传来管家的声音，准备一下，我要回家了。是，老爷，需要我去接您吗？不用，我自己回去。挂断电话，我叫了一辆出租车。司机是个健谈的中年人，小伙子，刚下班，算是吧。我靠在座椅上，闭目养神。看你这样子，工作不顺心，还行。司机看我不想聊天，也就没再说话。半个小时后，
车子停在了市中心的一栋别墅前，我付了车费，走向大门，管家早就等在门口了。老爷，您回来了。我走进屋里，直接瘫在沙发上。老爷，需要准备晚餐吗？随便弄点就行。我有气无力地说。管家犹豫了一下，老爷，董事会那边明天再说。我摆摆手，我先睡会。躺在沙发上，我想起了刚才李明得意的表情。3年来，他一直在等这一天，一直在等着取代我的位置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家公司的真正老板其实是我。我是王氏集团的独子。3年前，为了体验普通人的生活，化名到自己公司当了一个普通员工。没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包括张月。这3年里，我看着李明一步步爬到我头上，看着他怎么讨好上司，怎么陷害同事，怎么争夺我的位置。今天，他终于得偿所愿了。不过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我掏出手机，给张月发了条信息：明天有空吗？想请你吃饭。很快，张月回了消息：好啊，几点？中午12点。金鼎轩，那么高档的地方，你不是没工作了吗？别担心，我请得起。发完信息，我继续躺在沙发上。明天该让他们知道真相了。管家端着晚餐走过来：老爷，请用餐，放那吧，我一会吃。老爷，有件事我想汇报一下。管家站在一旁：公司最近的财务状况我知道。我睁开眼睛，李明他们以为我走了，公司就是他们的了。是的，李明已经开始向董事会提议，要全面接管技术部。我笑了笑，让他们闹吧，反正明天我就回去了。那您明天准备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我重新闭上眼睛，3年的体验生活也该结束了。管家点点头，退了出去。我一个人躺在沙发上，想着明天张月看到真相时的表情，他会是什么反应呢？惊讶、愤怒还是失望？算了，明天就知道了。现在我只想睡觉。这3年来，我第一次感到真正的轻松，不用再装作一个普通员工，不用再看李明的脸色，不用再被人指指点点。明天开始，我就是我自己了。王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王毅。第2天中午，我提前到了金鼎轩，这是市里最高档的餐厅，平时一顿饭就要几千块。服务员看到我，立刻迎了上来：王先生，您的包厢已经准备好了。我点点头，跟着他走向包厢。张月比我晚到了10分钟，他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衬衫，看起来有些紧张。这里真的很贵。张月坐下后，打量着装修豪华的包厢：你确定没问题吗？放心吧。我给他倒了杯茶。想吃什么？张月看了看菜单，倒吸了一口凉气。这个价格，王毅，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。既然来了，就别浪费。我招手叫来服务员，把你们的招牌菜都上一份。好的，王先生。服务员记录下来，恭敬地退了出去。张月看着我，眼中满是疑惑：王毅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什么意思？昨天你还被公司辞退，今天就能在这种地方请客吃饭？张月皱着眉头：而且服务员好像认识你。我喝了口茶，可能是看我面善吧。张月摇摇头：你在骗我。我为什么要骗你？因为我发现我从来就不了解你。张月认真地看着我：3年来，你从来不跟任何人说你的私事，没人知道你住在哪里，没人知道你的家庭情况，甚至连你的手机号都很少有人知道。我没说话，继续喝茶。张月继续说：而且公司里那些复杂的技术问题，别人解决不了的，
你总是能轻松搞定。李明以为自己很厉害，但他根本不知道，很多他引以为傲的项目，其实都是你在背后默默解决的。你想多了。没有。张月摇头，我观察你很久了。王毅，你到底是谁？这时候菜开始上了，我没有回答张月的问题，而是招呼他吃饭。张月看起来很纠结，但最终还是开始用餐。吃了一会，他又问，你真的不准备告诉我吗？我放下筷子，看着他，如果我说我其实是王氏集团的老板，你信吗？张月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你开玩笑呢？我没开玩笑。王氏集团，那个市值几百亿的王氏集团。张月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。王毅，这种玩笑不好笑。我掏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号码。李总，我是王毅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。王总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半个小时后，我要召开董事会。好的，王总，我马上通知各位董事。挂断电话，我看向张月，他的脸色已经变得很苍白。刚才那个李总是王氏集团的总经理李建国，我淡淡的说，也就是我们公司的大老板。张月张着嘴，说不出话来。3年前，我为了体验普通人的生活，化名到自己的公司当了一个基层员工。我继续说，没想到会遇到你这样的朋友。你真的是王氏集团的老板？张月的声音有些颤抖。准确来说，是继承人。我纠正道，我父亲已经把所有股份都转让给我了。张月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苦笑道，难怪你总是那么淡定，难怪你对李明的挑衅从来不在意，因为在我眼里，他就像一只跳梁小丑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？张月看着我，眼中有些委屈。为什么要骗我这么久？我没有骗你，我认真的说，我只是没说而已。张月低下头，不再说话。我能看出来，他有些难过。张月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说，你觉得我一直在戏弄你们，觉得我把你们当傻子。张月抬起头，眼中有泪光。但我想告诉你，这3年来，你是我唯一真正的朋友。我伸手握住他的手，不管我是王毅还是王氏集团的老板，这都不会改变。张月看着我，眼泪开始往下流。别哭了，我递给他纸巾。一会陪我去公司吧，我想让你看看李明的表演。张月擦了擦眼泪。你要回公司？是的，我笑了笑。该让他们知道真相了，那李明他们会很有趣的。我站起身，走吧，好戏要开场了。张月也站了起来，但还是有些不敢置信。我还是觉得像在做梦，梦不梦的，一会你就知道了。我们走出包厢，来到餐厅大厅，服务员恭敬地送我们到门口。王先生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张月听到服务员这么叫我，又是一阵惊讶。我们打车来到公司楼下，准备好了吗？我问张月。张月深吸了一口气，准备好了。我们走进大楼，直接乘电梯到了顶层。电梯门开了，我们面前是一个豪华的办公室。张月从来没来过这里，他震惊地看着周围的一切。王总，您回来了。李建国迎了上来，董事会成员都已经到了。我点点头。张月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李建国。李总，这位是张月，技术部主管，也是我的朋友。李建国立刻伸出手。张主管，你好，久仰大名。张月机械地和他握了握手，还是有些反应不过来。走吧，先去会议室。我说，让他们等久了不好。我们走向会议室，张月跟在我身后，像梦游一样。到了会议室门口，我停下脚步。张月，一会可能会有些混乱，
你做好心理准备。张月点点头，虽然他还是不太明白要发生什么。我推开会议室的门，里面坐着10几个董事，看到我进来，所有人都站了起来。王总，王总好。我摆摆手，示意他们坐下。今天叫大家来，是为了宣布一件事。我坐在主位上，我决定正式回到公司，不再隐瞒身份。董事们互相看了看，都点头表示理解。李总，麻烦你打电话给技术部，让所有人到会议室来。我对李建国说：是，王总。10分钟后，技术部的所有人都到了。李明走在最前面，一脸困惑地看着会议室里的阵势。当他看到我坐在主位上时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王毅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李明的声音有些尖锐，其他同事也都一脸疑惑地看着我。我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慢慢站了起来。各位，正式介绍一下。我看着在场的所有人，我叫王毅，王氏集团董事长。会议室里瞬间安静得落针可闻。李明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苍白。不可能，他摇着头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昨天你还被辞退了。李建国站了起来。李明，注意你的态度。这位确实是我们集团的董事长王毅先生。这不可能。李明的声音更加尖锐。他就是个专科毕业的普通员工，怎么可能是董事长？我淡淡地说：李明，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多了，比如你觉得自己比我优秀，觉得自己应该取代我的位置。我本来就比你优秀。李明红着眼睛吼道：我是名校毕业，你只是个专科生，学历代表能力吗？我反问。李明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：当然代表。那好，我转向李建国。李总，昨天李明接手我的工作后，进展如何？李建国看了看李明，有些为难地说：王总，昨天下午系统就出现了故障。什么故障？核心服务器无法启动，所有业务都停止了。我点点头，然后看向李明：你解决了吗？李明支支吾吾地说：那个，我正在研究，研究了1天1夜，有结果了吗？李明不说话了。我掏出手机，拨通了技术部的内线。小刘，把昨天的故障报告读一下。电话开了免提。技术部的小刘说：昨天下午3点，核心服务器突然宕机，李明尝试重启失败，然后就让我们等他想办法。到现在为止，服务器还是无法正常运行。损失有多大？我问。保守估计，每小时损失50万。李明的脸更白了。我挂断电话，看着李明：按照你的速度，这个问题可能需要1个月才能解决。那时候公司损失会达到3、6亿。我会解决的。李明急了：再给我一点时间。不用了。我拿出笔记本电脑，3分钟，我来解决。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我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着，一行行代码在屏幕上滚动。李明凑过来想看，但很快就放弃了，因为他根本看不懂。2分钟后，我停下了手。好了，我合上电脑。小刘，检查一下服务器状态。电话里传来敲击键盘的声音，然后小刘惊喜地说：王总，服务器恢复正常了，所有服务都在运行。会议室里响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。李明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：你怎么做到的？很简单，我说，昨天我离开前，在核心代码里加了一个小后门，只要我不在，系统就会在24小时后自动停止运行。你故意的？李明瞪大了眼睛。当然，我笑了笑，我想看看，没有我，你们能玩多久？李明的脸涨得通红。你这是报复，
你这是破坏公司财产，报复！我看着他，我报复谁？报复自己的公司。李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他的声音开始颤抖。你真的是董事长？从法律意义上来说，这家公司就是我的。我说，包括你的工资，也是我发的。李明的腿开始发软，他不得不扶着桌子才能站稳。其他同事也都震惊地看着我，他们显然还没有完全接受这个事实。张月一直站在角落里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。现在，我宣布几个决定。我重新坐下。第一，李明，你被正式辞退了，原因是工作能力不足，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。不，李明扑了过来，你不能辞退我，我要去劳动局告你。去吧。我很平静，顺便可以告诉他们，你是怎么被董事长辞退的。李明愣住了，他这才真正意识到我的身份意味着什么。第二，张月，我看向他，我决定提拔你为技术部总监。张月一脸震惊，我不行的。你行。我说，这3年来，除了我，就属你的能力最强。张月咬了咬嘴唇，没有说话。第三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将全面接管公司事务。我环视在场的所有人，希望大家能够配合。董事们纷纷点头表示同意。李明还在那里发愣，似乎还没有接受现实。李明，我叫了他一声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李明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怨恨。为什么要这样耍我？我没有耍你。我说，是你自己要爬到我头上的。可是你明明有这么高的身份，为什么要装成普通员工？因为我想看看，在没有身份加成的情况下，我在职场上会是什么样子。我说，结果你给了我答案。什么答案？有些人，无论你对他多好，他都会想方设法地踩你一脚。我站了起来，就像你。李明的眼泪开始往下流。我只是想要一个机会，我给过你机会。我说，3年来，我从来没有主动跟你争过什么，是你一直在针对我，一直在想办法把我挤走。李明不说话了，因为他知道我说的是实话。保安，我按了一下桌上的按钮，请李明先生离开公司。2个保安走了进来，礼貌地走向李明。李明看了看周围，最后把目光停在我身上。王毅，你会后悔的。我从来不后悔自己的决定。我说再见。李明被保安带走了，会议室里又安静了下来。我看向剩下的员工们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人说话，他们都在消化刚才发生的一切。那就这样吧。我说，大家回去工作吧。张月，你留一下。其他人陆续离开了会议室，最后只剩下我、张月和几个董事。各位董事也先回去吧。我对他们说，有事我会通知你们的。董事们也都离开了，会议室里只剩下我和张月。张月一直低着头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你在担心什么？我问他。张月抬起头，眼中有些迷茫。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。张月苦笑道：3年来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在帮助一个普通的同事，没想到他竟然是我的老板。那又怎样？我说，你帮助的是王毅，不是王氏集团的董事长，这有区别吗？张月想了想，然后摇头，我不知道。我走到他面前，看着他的眼睛。张月，我希望你知道，无论我是什么身份，你都是我最重要的朋友。张月看着我，眼中的迷茫渐渐消散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笑了笑。不过现在你是我的下属了，以后要叫我王总。张月也笑了。那我现在可以申请加薪吗？王总，当然可以。我说，
明天你就可以搬到技术部总监的办公室了。张月的脸红了，我真的能胜任吗？相信我，也相信你自己。我说，如果连你都不行，那这个公司就真的没人能干活了。张月点了点头，但还是有些紧张。我能理解他的感受，毕竟今天发生的事情对任何人来说都太震撼了。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。我说，明天开始你就要忙起来了。好的，王总。张月站了起来，那我先走了。等等，我叫住他，晚上有空吗？我想请你吃饭。张月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那种高档餐厅吗？不了，随便找个地方就行。我说，我想吃点家常菜。张月笑了，那好吧，不过这次我请客。为什么？庆祝我升职啊。张月眨了眨眼睛，毕竟我现在也是高管了。我也笑了，好，那就你请客。张月离开后，我一个人坐在会议室里，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。3年的卧底生活，今天算是彻底结束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我就要以真实身份重新开始了，这感觉还挺不错的。第二天早上，我9点才到公司，不是因为我懒，而是因为昨晚和张月聊到很晚，他问了我很多问题，关于我的身份，关于我这3年的想法，关于我对未来的规划，我都一一回答了。现在的张月已经完全接受了我的身份，而且看起来对新职位很有信心。我刚走出电梯，就看到总经理李建国在等我。王总，出问题了。他的脸色很严肃。什么问题？李明昨晚把一些重要文件带走了，包括我们的客户资料和技术方案。我皱了皱眉，他是怎么带走的？趁着保安交接班的空隙，他偷偷溜回了办公室。李建国说，监控显示他在自己的工位待了半个小时。报警了吗？已经报了，但是警方说，如果找不到实质性的证据，很难立案。我点了点头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忙吧。李建国离开后，我走向自己的办公室，刚坐下，助理就进来汇报，王总，有几家媒体想要采访您，还有一些合作伙伴希望与您会面，都推掉。我说，最近1周，除了紧急事务，其他安排都取消。好的，王总。助理离开后，我开始处理积压的文件。作为一个3年没有正式参与公司管理的董事长，有太多事情需要我重新了解。中午的时候，张月敲门进来，王总，技术部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。他手里拿着一份报告，有几个问题需要您决策，说说看。张月坐下来，翻开报告。首先是人员配置问题。李明走后，我们的开发团队缺少一个核心程序员，有合适的候选人吗？有2个选择。张月说，一个是从外部招聘，一个是内部提拔。我比较倾向于内部提拔小张，他虽然资历浅，但能力不错，你决定就行。我说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张月继续说，第2个问题是关于新项目，我们之前承接的智慧城市项目，因为李明的离开，进度有些滞后。滞后多少？大概1周左右。张月说，不过如果加班的话，应该能赶上。我摇了摇头，不要让员工加班，进度滞后就滞后，我去跟客户解释。张月有些意外，您不担心客户不满意吗？客户的满意度固然重要，但员工的健康更重要。我说，我们是一家负责任的公司，不能靠压榨员工来获得利润。张月点了点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感动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问。暂时没有了。张月合上报告。对了，有件事我想问您。什么事？昨天李明被辞退的时候，
说要去劳动局告您，他真的会这么做吗？我笑了笑，可能会吧，不过我不担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的工作能力不足。我说，而且他偷取公司文件的行为也足以构成违法。张月松了一口气，那就好。下午的时候，我正在开会，助理急匆匆地走了进来。王总，不好意思打扰您，他说，外面有一群记者想要采访您，还有一些人举着横幅在抗议。我皱了皱眉，抗议什么？他们说您恶意辞退员工，要求您公开道歉并恢复李明的工作。我站了起来，我去看看。来到楼下，果然看到10几个记者和一些举着横幅的人，横幅上写着还我工作、恶意辞退可耻等字样。我一眼就看到了站在人群中的李明，他看到我出现，立刻激动地指着我喊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王毅，昨天无缘无故地辞退了我。记者们听到声音，立刻涌了过来。王总，请问您昨天辞退李明先生是否经过合法程序？王总，有人说您是在报复，您怎么回应？王总，您能否解释一下辞退的具体原因？我举起手，示意大家安静。各位记者朋友，我现在统一回应一下。我清了清嗓子。首先，李明先生的辞退完全符合法律程序。其次，辞退的原因是他工作能力不足，给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。李明立刻跳了出来，你胡说，我哪里工作能力不足了？你接手我的工作后，导致公司核心服务器瘫痪24小时，损失超过1000万。我平静地说，这还不算工作能力不足吗？李明的脸红了，那是因为系统本身有问题。系统有问题？我反问，那为什么我在的时候系统运行正常，你一接手就出问题了？李明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记者们开始窃窃私语，显然他们也觉得李明的说法站不住脚。而且我继续说，李明先生在被辞退后，还偷偷潜入公司，盗取重要文件，这种行为已经构成违法，我们已经报警处理。李明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我没有偷取文件，没有吗？我掏出手机，播放了一段监控视频，视频清楚地显示了李明昨晚溜进办公室，翻找文件的全过程。记者们看到视频，开始对李明指指点点。李明看到自己败露，恼羞成怒地冲向我，王毅，你这个伪君子，你明明是董事长，却装成普通员工来骗我们。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我后退一步，避开他的冲撞。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的身份，只是你们没有问过而已。你就是在戏弄我们。李明红着眼睛吼道，你把我们当猴子耍。李明，我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，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。李明还想说什么，但被几个举横幅的人拉住了。我看得出来，那些人也开始怀疑李明的说法了。各位记者，如果没有其他问题，我就先回去工作了。我说，公司的大门随时为媒体朋友们敞开，但请不要影响正常的办公秩序。说完，我转身走回了大楼，身后传来记者们的议论声和李明不甘心的咒骂声。回到办公室，张月已经在等我了。王总，我都看到了。他说，您处理得很好，没什么。我坐下来。对了，让保安加强巡逻，防止有人再次闯入，已经安排了。张月说，还有一件事，警方刚才来电话，说已经找到了李明盗取的文件，准备立案调查。我点了点头，很好，这样一来，他应该没精力再来闹事了。王总，
我有个问题。张月犹豫了一下，您真的一点都不生气吗？生气？我想了想，为什么要生气？李明这样诋毁您，还带人来公司闹事。张月，你要记住一点，我看着他，永远不要因为别人的愚蠢而影响自己的心情。李明这样做，只会让更多人看清他的真面目。张月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而且我继续说，一个真正有实力的人，不需要通过贬低别人来证明自己，让实力说话，比什么都有用。张月眼中闪过一丝敬佩，我明白了，王总。这时候，助理敲门进来，王总。外面的记者和抗议者都散了，不过有几家财经媒体想要预约正式采访，可以考虑。我说，安排在下周吧，给我一些时间准备。好的，王总。助理离开后，张月站了起来。王总，如果没有其他事情，我就先回去工作了。等等，我叫住他，今晚还有空吗？张月脸红了一下。您又想请我吃饭，不是请客。我说，我想邀请你去我家做客，我妈妈说想见见你。张月愣了一下，您妈妈？我跟她提起过你。我说，她很想见见这个3年来一直照顾我的朋友。张月更加紧张了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您的家人。没关系，就当是普通的聚餐。我说，我妈妈人很好的，你会喜欢她的。张月想了想，然后点头。好吧，那我晚上早点下班，不着急，什么时候都可以。我说，到时候我开车来接你。张月离开后，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，想着今天发生的事情。李明的这一闹，反而让我在员工心中的威信更高了。有时候，敌人的攻击反而是最好的证明。我拿起电话，拨通了母亲的号码。妈，今晚我带朋友回家吃饭。好啊，是那个张月吗？母亲的声音很高兴，我早就想见见她了。对，就是她，我马上去买菜。母亲兴奋地说，一定要做一桌好菜。我笑了笑，挂断了电话。今天真是有趣的一天。晚上7点，我开车来到张月的公寓楼下，她已经在楼下等我了，换了一套淡蓝色的连衣裙，看起来很漂亮。上车吧，我摇下车窗说。张月打开车门坐了进来，我注意到她手里拿着一个精美的包装盒。这是什么？我问。给您母亲的礼品。张月有些紧张地说，我不知道买什么合适，就选了一套茶具。你太客气了。我说，我妈妈会很喜欢的。车子启动后，张月一直很安静，看起来确实很紧张。放轻松一点。我说，就当是去朋友家做客。可您是我老板啊。张月苦笑道，而且还是董事长，我怎么能不紧张？那就忘记我的身份。我说，把我当成3年来的同事王毅就行了。张月看了我一眼，您说的轻松，可我做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我知道，您开的车价值几百万，您住的房子可能价值几千万，您的身份是我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。张月低着头说，这种差距让我觉得很有压力。我把车停在路边，认真地看着他。张月，你觉得这些外在的东西真的那么重要吗？不重要吗？张月反问。当然不重要。我说，3年来，在不知道我身份的情况下，你是怎么对待我的？张月想了想，就像普通朋友一样。那就对了。我说，无论我有多少钱，无论我的身份多么特殊，我都还是那个王毅。我希望你能像以前一样对待我。张月抬起头看着我，眼中的紧张渐渐消散。您真的这么想？当然。我重新启动车子，如果连你都开始疏远我，那我这3年的努力就白费了。
张月笑了，好吧，我尽量把您当成以前的王毅，这就对了。20分钟后，我们到了我家，这是一栋独立的别墅，占地面积很大，装修典雅但不奢华。张月下车后又开始紧张了，天哪，这房子好大，他小声说。还好吧，我说，我妈妈喜欢安静，所以选了这种独立的房子。我们走到门口，我按了门铃，很快门就开了。母亲站在门口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。她大概50岁左右，保养得很好，看起来很有气质。妈，这就是张月，我介绍道。阿姨好。张月有些拘谨地说，这是给您的一点小礼物。母亲接过礼盒，笑得更加灿烂。太客气了，快进来坐。我们走进客厅，张月环顾四周，眼中满是惊叹。客厅很大，装修以中式风格为主，显得稳重大气。张月，随便坐。母亲热情地招呼。想喝什么？茶还是咖啡？茶就可以了，谢谢阿姨。张月坐在沙发边缘，姿势很端正。母亲去泡茶了，我坐在张月旁边，放轻松一点，别这么紧张。我尽量。张月小声说。母亲很快端着茶回来了。张月，王毅经常提起你，说你这3年来帮了他很多。哪里，是他帮了我很多。张月连忙说。别谦虚。母亲笑着说，我了解我儿子，他从小就不太会与人相处，能有你这样的朋友，是他的福气。张月看了我一眼，有些意外。王毅不太会与人相处。是啊，母亲说，他从小就比较内向，朋友很少，所以当他说起你的时候，我就很好奇，是什么样的女孩能让他这么信任。张月的脸有些红。阿姨过奖了。这时候，保姆过来通知可以开饭了。餐厅里摆着一桌丰盛的菜肴，看起来都很精致，都是家常菜，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。母亲说，太丰盛了。张月说，阿姨，您太客气了。吃饭的时候，母亲一直在问张月的情况，工作、家庭、兴趣爱好等等。张月一开始还很拘谨，但渐渐地放松了下来。我发现母亲很喜欢张月，而张月也对母亲很有好感。张月，你觉得王毅这3年表现怎么样？母亲突然问。张月想了想说，很好啊，工作认真负责，人也很善良。真的吗？母亲看了我一眼，他没有偷懒。偷懒倒是经常的。张月笑了，不过关键时候从来不掉链子，这倒是很像他。母亲也笑了，从小就是这样，平时看起来懒洋洋的，但该认真的时候绝对认真。我有些尴尬。妈，别说我小时候的事了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母亲故意逗我。张月，你想听王毅小时候的故事吗？想。张月立刻来了兴趣，于是母亲开始讲我小时候的各种囧事。张月听得津津有味，不时发出笑声，我只能在一旁干瞪眼，完全插不上话。饭后，我们在客厅聊天，母亲拉着张月的手说，张月，以后有空常来玩，家里就我一个人，有时候很无聊。好的，阿姨。张月点头答应。对了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母亲突然问。张月的脸红了。没有。那太好了。母亲看了我一眼，意味深长地说，王毅也没有女朋友，你们年龄相仿，又是朋友。妈，我赶紧打断他，别胡说。母亲笑了。我又没说什么，你这么着急干什么？张月更加不好意思了，低着头不敢看我。时间不早了，我送张月回去吧。我站了起来。这么早就走？母亲有些不舍。再坐一会吗？下次再来看您。张月说，今天打扰您了，
什么打扰不打扰的，我很开心。母亲握着张月的手，记住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张月眼中闪过一丝感动，谢谢阿姨。我们告别了母亲，开车送张月回去。路上，张月一直很安静，在想什么？我问他：“你母亲人真好。”张月说：“让我想起了我妈妈。”你妈妈呢？去年去世了。张月的声音有些哽咽。癌症。我心中一紧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没关系。张月摆摆手，已经过去了。我们又沉默了一会。王毅，张月突然叫我，怎么了？你妈妈刚才说的话。她的脸又红了。哪句话？我明知故问。就是关于我们的那句。我笑了。你觉得呢？张月低着头不说话。张月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如果我不是董事长，还是原来那个普通的王毅，你会喜欢我吗？张月愣了一下，然后认真的想了想。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善良、可靠，虽然有时候很懒，但关键时候总是能让人安心。张月说，而且你从来不会伤害别人，即使别人伤害了你。我的心跳开始加速。那现在呢？知道我的身份后，你的想法有变化吗？张月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为什么不知道？因为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突然变得很远。张月说：“我怕我配不上你。”我把车停在路边，转身看着他。张月，你听我说。他抬起头看着我。无论我是什么身份，无论我有多少钱，我都希望你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去选择。我认真地说，如果你喜欢我，那就勇敢一点；如果你不喜欢我，我也会尊重你的选择。张月看着我的眼睛，眼中有些湿润。你真的这么想？当然。我伸手擦去他眼角的泪珠，因为我喜欢的是张月，不是技术部总监张月，也不是任何头衔下的张月。张月的眼泪开始往下流。王毅，答案是什么？不用现在告诉我。我说，好好想想，什么时候想好了就告诉我。张月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我重新启动车子，继续送他回家。到了他的公寓楼下，张月下车前对我说：“谢谢你今天带我去见你妈妈，她真的很好，她也很喜欢你。”我说：“晚安，晚安。”看着张月的身影消失在楼道里，我在车里坐了很久。今晚的谈话让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我不知道张月最终会做出什么选择，但我希望她能按照内心的想法去决定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会尊重她的选择，因为这就是爱情应该有的样子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刚到办公室就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。王总，我是市政府招商办的林主任。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客气，不知道您今天有时间吗？我们想和您谈一个合作项目。什么项目？我问。智慧城市建设项目，预算规模大概在50亿左右。林主任说，我们希望能和王氏集团合作。我有些意外，这么大的项目，政府竟然主动找上门来。可以，什么时候见面？今天下午3点如何？地点在市政府。好的，我会准时到。挂断电话，我立刻叫来了李建国。李总，你了解智慧城市建设项目吗？我问。有一些了解。李建国说，这是市政府今年的重点项目，之前有几家大公司在竞争，包括华为、阿里等。那为什么会主动找我们？李建国想了想说，可能是因为您昨天的表现，媒体报道了您的事情，让政府部门对我们公司有了新的认识。我点了点头，准备一下相关资料，下午和我一起去市政府。好的，王总。上午10点，张月敲门进来，
他看起来精神不错，但眼中还有一丝红肿，显然昨晚没睡好。王总，技术部的工作安排我已经做好了。他把一份文件放在我桌上，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您决策，说说看。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新项目的。张月说，昨天客户来电话，希望能提前1周完成项目，理由呢？他们说有个重要的发布会，需要赶时间。我摇了摇头，不同意。我们按原计划执行，不能因为客户的临时要求就改变进度。张月点了点头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团队建设的，我想组织一次技术培训，提高大家的技能水平。很好，需要多少预算？大概10万左右。批准。我说，员工的成长是公司最重要的投资。张月眼中闪过一丝感激，谢谢您的支持。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暂时没有了。张月站了起来，那我先去工作了。等等，我叫住他，昨晚的事情，你想的怎么样了？张月的脸立刻红了。我还在想，不着急。我说，慢慢考虑。张月点了点头，快步离开了办公室。下午3点，我和李建国准时到了市政府。林主任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，看起来很精明。王总，久仰大名。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。您这么年轻就能管理这么大的企业，真是让人佩服。林主任过奖了，我客气地回应。我们在会议室坐下。林主任开始介绍项目情况。智慧城市建设是我们市今年的重点工程，总投资50亿，涉及交通、医疗、教育、环保等多个领域。他说，我们希望找一家有实力、有经验的公司来承接这个项目。我们公司确实有相关经验。李建国说，之前承接过类似的项目，我们了解过王氏集团的情况。林主任点头，无论是技术实力还是资金实力都很强。不过我有个疑问。我说，据我了解，这个项目之前有很多大公司在竞争，为什么会考虑我们？林主任笑了，坦率地说，是因为昨天的新闻报道。新闻报道？是的，关于您和员工李明的那件事。林主任说，从这件事可以看出，您是一个有原则、有魄力的企业家。这样的人，我们政府更愿意合作。我有些意外，没想到昨天的事情还有这样的影响。而且，林主任继续说，我们调查了解到，您本人的技术能力也很强。一个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企业家，正是我们需要的合作伙伴。接下来，我们详细讨论了项目的各个方面。我发现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项目，涉及的技术领域很广，而且对质量要求很高。王总，您觉得怎么样？林主任问。项目很有意义，我们愿意参与。我说，不过我需要一些时间来准备详细的方案。当然可以。林主任说，我们给您2周时间，如果方案通过，我们就正式签约。好的。会议结束后，我和李建国回到公司。王总，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。李建国说，如果能拿下，不仅能获得丰厚的利润，还能大大提升我们的行业地位，确实是个机会。我说，但也是个挑战。这个项目的复杂程度超出了我们以往的经验。那您的意思是全力以赴？我说，成立专门的项目小组，张月担任技术负责人。好的，我马上安排。回到办公室，我开始思考这个项目的技术方案。智慧城市建设涉及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，需要整合各种资源。我拿出纸笔，开始画框架图。不知不觉间，
已经到了下班时间，张月敲门进来：“王总，大家都下班了，您还不走吗？马上就好。”我放下笔。对了，有件事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我把下午的会议情况告诉了他，包括让他担任技术负责人的决定。张月听完后，眼中既有兴奋也有担忧。这么重要的项目，我能胜任吗？我相信你，我说，而且我会全程参与，你不用担心。张月点了点头，那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好，明天开始我们就要忙起来了。我站了起来，今天早点回去休息。您呢？我再待一会，想想技术方案。张月犹豫了一下，要不要我陪您一起？我看着他，心中一暖。不用了，你回去吧。张月点了点头，但没有立刻离开。王毅，他突然叫我。怎么了？关于昨晚的事情。他深吸了一口气。我想好了。我的心跳开始加速。想好什么了？我想试试。张月鼓起勇气说，虽然我们的身份差距很大，但我想按照自己的内心去选择。我笑了，走到他面前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张月点头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在工作中，我们还是上下级关系，不能因为私人感情影响工作。没问题。我伸出手。那我们试试。张月也伸出手，和我握在一起。试试。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。李建国走了进来，看到我们握手的样子，愣了一下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们在。他有些尴尬。没关系。我松开张月的手。李总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财务部有个紧急情况需要您处理。李建国说。我知道了，马上过去。我转向张月，你先回去吧，明天我们再谈工作的事。张月点了点头，脸还是红红的。那我走了。等张月离开后，李建国忍不住笑了。王总，恭喜您。什么恭喜？张主管是个很好的女孩，您的眼光不错。我也笑了。是啊，她确实很好。不过王总，您要处理好公司关系。李建国提醒道，毕竟您是董事长，员工们会很关注的。我知道。我说，我们会处理好的。李建国点了点头。那我们去处理财务问题吧。走向财务部的路上，我心情很好。虽然前面还有很多挑战，但至少在感情方面，我得到了想要的答案。接下来就是要在事业和爱情之间找到平衡了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共同努力，一切都会变得更好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刚到办公室就发现气氛有些不对。几个员工看到我时，眼神都有些奇怪，而且在我经过时会小声议论。我没有在意，直接走进了办公室。半个小时后，张月敲门进来，脸色有些难看。王总，出事了。他把手机递给我。您看看这个。我接过手机，屏幕上是一个短视频 App 页面，视频的标题是富二代董事长办公室潜规则女下属。我点开视频，里面播放的正是昨晚我和张月握手的画面。视频被恶意剪辑过，从角度上看，我们像是在拥抱，而且配上了煽动性的文字。某集团董事长利用职权潜规则女员工，资本家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。这是谁拍的？我皱着眉头问。应该是李明。张月说，昨天他被保安赶走后，可能偷偷溜回来了。我继续往下看，发现视频的点击量已经超过了100万，评论区里骂声一片。富二代就是这德性，有权有势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这个女的也不是好东西，为了升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抵制这种企业，抵制这种老板。张月看起来很沮丧。王总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
这不是你的错。我安慰他，是有人故意陷害我们，可是现在网上都在骂我们，这对公司的声誉影响很大。张月担心地说，我把手机还给他，别担心，这种事情澄清了就好。怎么澄清？张月问。现在谁会相信我们的解释？我想了想，拿起电话打给了李建国。李总，马上联系我们的法务部，准备起诉造谣者，同时联系公关部，准备召开新闻发布会。好的，王总。挂断电话，我对张月说，不要被这些流言影响了心情，清者自清，真相总会大白的。张月点了点头，但还是很担心，会不会影响到智慧城市项目？不会的，我说，政府部门不会因为这种小道消息就改变决定。正说着，助理急匆匆地跑了进来。王总，不好了，外面又来了很多记者，还有一些愤怒的网友在楼下抗议。我走到窗边往下看，果然看到楼下聚集了很多人，有人举着横幅，上面写着严惩潜规则老板，还女员工清白等字样。王总，要不要报警？助理问。不用，我说，让保安维持秩序，不要让他们进入大楼就行。这时候，我的电话响了。王总，我是林主任。电话那头传来林主任的声音。关于网上的视频，我想了解一下具体情况。果然，政府部门也开始关注这件事了。林主任，这个视频是恶意剪辑的，完全不是事实。我解释道，我相信您的人品。林主任说，不过这件事影响比较大，建议您尽快澄清。我正在准备新闻发布会。好的，我们等您的说明。挂断电话，我感觉压力确实很大。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，不仅会影响我个人的声誉，还会影响公司的发展。张月，你先回去工作吧。我说，我来处理这件事，我想和您一起面对。张月坚定地说，毕竟这件事也涉及到我。我看着他，心中涌起一阵暖流。好，我们一起面对。下午2点，我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。会议室里坐满了记者，闪光灯不停地闪烁。我和张月坐在主席台上，面对着众多的镜头。各位媒体朋友，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。我开门见山地说，今天召开这个发布会，是为了澄清网上关于我和张月主管的不实传言。台下立刻有记者举手提问，王总，您能解释一下视频中的画面吗？视频中的画面是真实的，但被恶意剪辑了。我说，实际情况是，我在向张月主管布置工作任务后，我们进行了握手，表示合作愉快。那为什么看起来像是在拥抱？另一个记者问。这就是恶意剪辑的结果。我说，拍摄者故意选择了特殊的角度，让握手看起来像拥抱。王总，您和张月主管之间是什么关系？有记者问。我看了张月一眼，然后说，我们是同事关系，也是朋友关系。仅仅是朋友关系吗？记者追问。我深吸了一口气。好吧，我承认，我们确实在交往，但这是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正常交往，不存在任何强迫或利用职权的情况。台下响起一阵骚动，张月也拿起话筒。我想为自己澄清一下，我和王总的交往是我自愿选择的，没有任何人强迫我，而且我的职位提升是基于我的工作能力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。那您能证明吗？有记者质疑。当然可以。张月说，我在技术部工作3年，我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。如果有人质疑我的能力，我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技术测试。我接着说，
而且我要声明的是，公司有严格的反腐败制度，任何形式的潜规则都是不被允许的。我们欢迎任何人的监督。王总，那您认为这个视频是谁拍摄的？有记者问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这是我们公司前员工李明所为。我说，他因为工作能力不足被辞退后，一直在报复公司。你有证据吗？我们已经收集了相关证据，并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个问题。发布会持续了1个小时，我们回答了记者们的各种问题，虽然还有一些质疑的声音，但大部分记者对我们的解释表示认同。发布会结束后，我和张悦回到办公室。王总，您觉得效果怎么样？张悦问。应该还不错。我说，至少把真相说出来了。这时候，李建国敲门进来。王总，有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我们的法务部找到了李明拍摄视频的证据。李建国说，监控显示，昨晚8点左右，他确实偷偷进入了公司。太好了。我说，马上报警，让警方处理。已经报了。警方说会尽快抓捕他。过了一会，助理又进来汇报。王总，楼下的抗议者开始散去了，而且网上的风向也开始转变。我打开手机看了看，果然发现支持我们的声音开始增多。真相就是力量。我对张悦说，只要我们坦诚面对，就不怕任何风波。张悦点了点头。谢谢您为我做的这一切，我们是一体的。我说，以后遇到任何困难，我们都要一起面对。晚上7点，我们正准备下班时，接到了警方的电话。王先生，李明已经被我们抓获了。警察说，他承认了拍摄视频并恶意传播的事实。太好了。我说，什么时候可以起诉他？明天就可以立案。警察说，根据相关法律，他可能面临诽谤罪的指控。挂断电话，我感觉一块石头落了地，这件事终于要告一段落了。张悦，今晚想去哪里庆祝一下？我问。张悦笑了，还是去吃家常菜吧，我不太习惯太高档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去吃火锅。我们走出公司大楼，夜幕已经降临。路灯下，张悦的脸显得格外美丽。王毅，他突然停下脚步。怎么了？谢谢你今天为我做的一切。他认真地说。我知道，为了澄清真相，你承受了很大压力，这没什么。我说，因为我爱你。张悦的眼中闪过一丝泪光。我也爱你。在这个普通的夜晚，在这条普通的街道上，我们说出了彼此的心声。虽然前面还有智慧城市项目等着我们去完成，虽然还会有各种挑战等着我们去面对，但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就没有什么困难是无法克服的。这就是爱情的力量。1周后，李明诽谤案正式开庭。我和张悦作为受害人出庭作证。法庭上，李明看起来很憔悴，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。被告李明，你是否承认恶意剪辑视频并传播不实信息？法官问。李明低着头，我承认。你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？我就是想报复他们。李明声音很小，我觉得不公平。为什么王毅能当董事长，而我只能被辞退？法官皱了皱眉。所以你就制造谣言来诽谤他人。我当时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现在我很后悔。李明说。后悔有用吗？检察官站了起来。被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受害人的名誉，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，社会危害性很大。经过2个小时的审理，法院当庭宣判李明犯诽谤罪，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，并向受害人公开道歉。
走出法院，张月长出了一口气，终于结束了。是啊，正义也许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我说。这时候，我的电话响了。王总，我是林主任。电话那头传来好消息，您的智慧城市项目方案通过了，市政府决定正式与王氏集团签约。我兴奋地握紧拳头，太好了！什么时候签约？明天上午10点，签约仪式。林主任说，市长也会出席。挂断电话，我抱起张月转了一圈。我们成功了，张月也很兴奋。真的吗？我们拿到项目了。是的，我说，50亿的大项目，这是公司历史上最大的单子。回到公司，我立刻召集了核心团队开会。各位，我宣布一个好消息。我站在会议室前面，我们成功拿到了智慧城市建设项目。会议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。这个项目总价值50亿，工期3年。我继续说，这不仅会为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，更重要的是，会让我们成为行业的领导者。李建国激动地说：“王总，这真是太好了！这个项目足够让我们进入国内 IT 企业前10。”是的，但机遇与挑战并存。我说，这个项目的技术要求很高。我们必须全力以赴。我转向张月，张主管，作为技术负责人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张月站了起来，我已经制定了初步的技术方案。我们需要成立5个专业小组，分别负责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网络安全和系统集成。很好，我点头。人员配置呢？我建议从外部招聘一些高级工程师，同时提拔一批内部员工。张月说，预计需要增加50人的技术团队。批准。我说 ，HR 部门立刻开始招聘工作。接下来的2个小时，我们详细讨论了项目的各个方面，每个人都很兴奋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项目将改变公司的命运。第2天上午，签约仪式在市政府举行。我穿着正式的西装，和市长握手签约，闪光灯不停地闪烁，记者们纷纷拍照。王总，这个项目对您的公司意味着什么？有记者问。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项目，我回答。它不仅证明了我们的技术实力，也体现了政府对我们的信任。市长也在发言中对我们给予了高度评价。王氏集团是一家有实力、有担当的企业，我们相信，在王总的领导下，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这个项目。签约仪式结束后，我和张月回到公司，整个公司都沉浸在喜悦的氛围中。员工们看到我时，眼中都充满了敬佩和自豪。王总刚走进大厅，就有员工鼓起掌来。很快，所有人都开始鼓掌。我被这种热烈的气氛感动了，向大家挥手致意。各位同事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大声说，这个项目的成功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。掌声更加热烈了。回到办公室，我发现桌上放着一束鲜花。这是谁送的？我问助理。是全体员工一起买的。助理笑着说，大家想表达对您的感谢。我心中一暖，这种被认可的感觉真好。下午，我正在处理文件，突然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。王毅，是我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李明，你怎么会给我打电话？我很吃惊。我想和你见个面。李明的声音很平静，有些话想对你说。你现在不是应该在监狱吗？缓刑执行，刚从法院出来。李明说，能给我10分钟时间吗？我想了想，可以，但要在公共场所。楼下的咖啡厅怎么样？好的，半个小时后，
我在咖啡厅见到了李明，他看起来瘦了很多，精神状态也不太好。王毅，谢谢你愿意见我。李明坐下来，声音有些哽咽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我平静地说，我想向你道歉。李明低着头，这些天我想了很多，我意识到自己错得很离谱。我没有说话，等着他继续。从一开始我就嫉妒你。李明说，你明明只是个专科生，但工作能力比我强。你明明看起来很懒散，但关键时刻总是能解决问题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开始针对你，想方设法地打压你。李明苦笑道，我以为只要把你挤走，我就能取代你的位置，所以你就陷害我。是的，我承认。李明抬起头看着我，但直到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我才明白自己有多愚蠢。我点了点头。然后呢？我想请求你的原谅。李明说，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请求原谅，但我真的很后悔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心中有些复杂的情绪。李明，我可以原谅你个人对我的伤害，我说，但你诽谤张悦的事情，我无法原谅。李明点了点头，我理解。不过，既然你已经认识到错误，我希望你能重新开始。我说，把这次的教训当作人生的财富。李明眼中闪过一丝感激。谢谢你，王毅。别谢我。我站了起来。谢谢你自己的良心。离开咖啡厅，我感觉心情很复杂。李明的道歉让我想起了很多事情。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和挣扎。李明的错误在于，他选择了错误的方式来面对困境，但至少他最终认识到了错误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回到公司，张悦正在会议室和技术团队讨论项目方案。看到他认真工作的样子，我心中充满了温暖。这3年的卧底生活让我收获了太多东西，不仅有事业上的成功，更重要的是，我找到了真爱。虽然过程充满了波折，但结果是美好的。我相信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精彩。3个月后，智慧城市项目正式启动。我们在市政府的支持下，成立了专门的项目指挥部。张悦作为技术总监，每天都要协调各个小组的工作。王总，物联网小组那边遇到了一些技术难题。张悦拿着报告走进我的办公室，传感器的数据传输延迟比预期要高。我放下手中的文件，具体是什么问题？主要是网络架构的问题。张悦说，现有的网络无法支撑这么大的数据量，那就升级网络架构。我说，预算增加多少？大概需要增加500万。批准。我毫不犹豫地说，质量第一，成本其次。张悦点了点头，但还是有些担心。这样下去，我们的利润会大幅缩水。没关系，我说，第一个智慧城市项目，我们的目标不是赚钱，而是打造口碑。我明白了。张悦说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华为那边想和我们合作，提供一些核心技术支持。我想了想，可以考虑，但要确保我们的技术主导权不受影响。好的，我会和他们谈判。下午的时候，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。王毅，今晚有空吗？我想请张悦来家里吃饭。母亲的声音很兴奋。妈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我有些无奈。还能干什么？当然是商量你们的婚事啊。母亲理直气壮地说，你们交往都3个月了，也该考虑结婚的事情了。我有些头疼。妈，我们还年轻，不着急。什么年轻？你都26了。母亲说，再说，张悦这么好的女孩，你不抓紧，小心被别人抢走。妈，没人能抢走她的。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？母亲追问。我想了想，
等智慧城市项目完成后再说吧。还要等3年。母亲不满地说，不行，最晚明年就要结婚。我只好投降。好，我和张月商量一下，这还差不多。母亲满意地说，今晚记得带他回来吃饭。挂断电话，我苦笑着摇了摇头，看来母亲比我还着急。晚上，我和张月一起去了母亲家。一进门，母亲就拉着张月的手不放。张月，来，陪阿姨聊天。母亲把张月拉到沙发上。王毅这孩子有没有欺负你？没有，阿姨，他对我很好。张月有些脸红。那就好。母亲点头。对了，你们有没有考虑过结婚的事情？张月的脸更红了。这个我们还没有详细讨论过。那正好，今晚就讨论。母亲兴致勃勃地说，我觉得明年春天结婚比较好，天气暖和，适合办婚礼。我赶紧打断，妈，你别这么着急好不好？我怎么着急了？母亲瞪了我一眼，我这是为你们好。张月小声说，阿姨，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，我和母亲都看向他，如果王毅愿意的话，我也愿意结婚。张月羞涩地说。母亲立刻高兴地拍手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张月是个好孩子。我心中一暖，走到张月身边坐下。真的吗？你愿意嫁给我？张月点了点头，愿意。那好，我们就定在明年春天。我握住他的手，给我一些时间准备。什么准备？母亲好奇地问。当然是准备一个完美的求婚。我说，张月值得最好的。母亲满意的点头。这还差不多。接下来的1个小时，母亲和张月讨论着婚礼的各种细节，从婚纱到酒店，从宾客名单到蜜月地点，说得津津有味。我在一旁听着，心中充满了幸福感。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爱我的人，又能得到家人的认可，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。回到家后，张月依偎在我怀里。王毅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他说，什么问题？如果当初我没有被提拔为技术总监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我想了想，当然会。我喜欢的是张月这个人，不是技术总监张月。真的吗？当然真的。我说，即使你只是一个普通员工，我也会想方设法追求你。张月笑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你还担心什么？我担心自己配不上你。张月说，你是董事长，我只是个员工，我们的身份差距太大了。张月，你听我说。我认真地看着他，在我心里，我们永远是平等的。我爱你，不是因为你的身份，而是因为你这个人。张月眼中闪着泪光。我也爱你。我们拥抱在一起，感受着彼此的温暖。这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半年后，智慧城市项目的第1期工程顺利完成，市政府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，甚至有其他城市主动联系我们，希望合作类似的项目。王氏集团也因此声名大噪，成为了行业内的明星企业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和张月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。我们不仅是恋人，更是最好的工作伙伴。在他的协助下，我的管理能力有了很大提升，而在我的支持下，他也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技术负责人。这天，我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。王总，我是李明。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。李明，你怎么了？我有些意外。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李明的声音很兴奋。我找到新工作了，恭喜你。我真诚地说。谢谢。李明说，这份工作是通过正当途径找到的。我决定重新开始，做一个正直的人。很好，我为你高兴。王毅，
最后，我想说一句话。李明的声音有些哽咽，谢谢你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。不用谢我，这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。挂断电话，我心中充满了感慨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充满了起起伏伏，但只要坚持正确的道路，总会迎来光明。李明的改变让我相信，每个人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。这天下班后，我和张月一起走出公司大楼，夕阳西下，把天空染成了金黄色。张月，我突然停下脚步。怎么了？他转过身看着我，我单膝跪下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精美的戒指盒。张月，愿意嫁给我吗？张月捂着嘴，眼中满含泪水。愿意，他点头说道。我为他戴上戒指，然后站起来拥抱他。周围路过的人们纷纷鼓掌祝贺。在这个平凡的黄昏，在这条普通的街道上，我们许下了一生的承诺。1年后，我们在家人和朋友的祝福下举办了婚礼。婚礼很简单，但很温馨。当我和张月交换戒指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我找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现在的我不再是那个隐藏身份的卧底员工，也不再是那个孤独的富二代。我是王毅，王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也是张月的丈夫。我有一份热爱的事业，有一个相爱的妻子，有一个温暖的家庭，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。3年的卧底经历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。最重要的是，真正的成功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财富，而在于你是否找到了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值得去爱的人。现在的我已经找到了这一切，所以我很满足，也很幸福。这就是我的故事，一个关于成长、关于爱情、关于人性的故事。虽然过程充满了波折，但结局是美好的。我相信，只要坚持初心，永远都不会太晚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